阿瑶，替我转告太子，大婚什么时候都能办，万宴归巢却仅此一次。反正你婚事艰难，干脆先去东宫替我守好太子妃的身份。你放心，待我自漠北归来，必定让母亲为你择一门贵婿。嫡姐，你可真是信任我啊！天底下还有比太子更尊贵的夫婿吗？这太子妃的位置我既替你做了，就不可能再还回去。嫡姐崔幼薇放纵不羁爱自由，太子多番求娶，嫡姐才勉为其难应下20岁嫁入东宫。可大婚当天，只因嫡姐的江湖挚友来信约她去漠北看万宴归仓，她便趁我为她描眉上妆时，将我捆住手脚，塞进了她的花轿。阿瑶，你知道我手段的，敢不听我的话，我有的是办法折磨你。有时想想，你也挺可怜的，既没见过广阔蜿蜒的雪山，也不曾在草原驰骋，一辈子营营在岗，不过想嫁个好人家罢了。你替我完成这最后一个心愿，我让母亲给你选个好人家，也算全了咱们姐妹一场的缘分。微微，吉时都要到了，你怎么还没换上嫁衣？往日你胡闹些就罢了，今日父皇母后都在东宫等着咱们呢，你莫要胡闹，让母后更不喜你。玄清，我朋友夜观天象，发现漠北的燕归崖在1个月后会有万宴归巢的奇观。你我婚礼什么时候都能办，万宴归巢的奇观却仅此一次，我绝不能错过。今日先让依依替我大婚，待我从漠北归来，咱们再洞房花烛。朋友？你哪来那么多朋友？崔有为，你是我大渊的太子妃，日日跟江湖草蔓混在一起，像什么样子？再说你我大婚乃钦天监选好的良辰吉日，怎可马虎大意？玄清，你什么时候也婆婆妈妈了？张元兄还在郊外等着我，你知道张元兄对我有多重要，我绝对不能爽约。你先让佑勋替我大婚，最多半年我就回京，到时候我长长久久陪在你身边。殿下，可需卑职为您拦下崔有为。不必了，孤求父皇下旨赐婚孤和永安侯之女，又没说嫁入太子府的一定是他崔有为。孤问你，可愿嫁入东宫？妾愿嫁给殿下。起轿，吉时到！到了东宫，你那些臭毛病收着些，不能仗着太子宠你就不管不顾。太子乃中宫嫡出，自是众星捧月。你偶尔失小性子，他觉得有趣，若长此以往，必定不长久。不过你也不必太担心，过2日我就把崔幼云嫁给老王爷做侧妃，有老王爷在身后支持你，你这太子妃之位必定坐得稳稳当当。母亲，嫡姐刚刚跟太子大吵了一架，就追随江湖朋友去漠北看万宴归活了。临走前，嫡姐拜托女儿替她嫁入东宫服侍太子殿下。这老王爷恕女儿无福消受。你给你嫡姐使了什么迷魂汤？她怎会放着东宫不嫁，跑去看什么大宴？你给我从幼为的花轿下来，你也配做太子妃的花轿？你疯了不成？太子大婚的日子，你也敢胡闹？那崔有云是什么东西，也配染指幼为的太子妃之位啊！
脸哭。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大婚日也敢胡闹！若没有右膝帮她姐姐上花轿，今日我崔家就要被皇家治一个大不敬的罪名。我的产气和父亲的暴怒是那样悦耳，可惜我还没欣赏够，花轿就吹吹打挡抬往太子。太子大婚的流程很是繁琐，好在有喜娘全程陪同提醒我，总算囫囵走完了整个流程。太子妃，对拜，夫妻恩爱。微微，姑待你还不够宽容吗？你说你想看遍大好河山再成婚，姑就顶住压力，等你到20岁。你说你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姑宁愿顶撞母后，也绝不要和侧妃通房。是不是姑待你太好，所以你越发恃宠而骄？那个张元对你什么心思，你当真不知道吗？他故意在咱们大婚日约你出游，你竟宁愿让姑成为整个京城的笑柄，也要追随他而去。你到底有没有把姑放在心上？殿下，莫要再说了，妾身在这儿。既然崔幼卿不想要这富贵，那就由我来坐稳这东东主母的位置。衣冠不整，成何体统？妾身以为夫妻间当坦诚相待，竟忘了殿下也会害羞。好啊！永安侯府居然敢以术冲敌，是打量本宫和太子好欺负不成？母后息怒，昨日微微突发急症，唯恐耽误了吉时，影响大婚，害姑受人非议，这才出此下策，让阿瑶替嫁入东宫。果真，可笑！哪怕崔幼薇胡闹到了这种地步，太子居然还是愿意为他撒谎，给他留出一条退路。可是太子妃只能有一个，崔幼薇为敌我为术，给他留退路，就是把我崔幼嫣往绝路上逼。但现在我绝对不能拆穿太子，我如今最应该做的是拉拢太子的心，让他觉得我站在他这一边。禀皇后娘娘，一切皆如殿下所言。大姐突发恶疾，为了崔家与皇家颜面，儿臣不得不替姐出嫁。你嫡姐逃婚养病，事出有因，可东宫太子妃之位却只有一个。听嬷嬷说，你昨夜已经跟太子圆房，那来日这位分之事，你当如何？让我把好不容易到手的太子妃之位再还给崔幼薇，做梦，那比杀了我还要难受。但如今，无论是皇后的威严，还是太子的偏爱，都更属于那个嫡出的崔幼薇。我唯有低头，徐徐吐旨。大姐跟殿下青梅竹马，情投意合。来日姐姐养好身子回京，这太子妃之位必定是要物归原主的。满意？满意可不够。若现在不说明白，皇后转头就能把我降为侧室或通房妾室。我必须掌握主动权。但如今，为了殿下和大姐的声誉着想，儿臣得求母后一个恩典，让儿臣暂时天居这太子妃之位。哦，怎么说？因嫡姐爱自由，常年在外游玩，殿下比三皇子晚3年才成婚。三皇子府上已有嫡长子，并3个侧妃所生的女儿，东宫却连个孩子都没有。
圣上早就因殿下推迟婚事而不满，若大婚第2日就告知众人，殿下昨日娶错了人，妾身唯恐圣上不喜，倒不如妾身先垫居太子妃之位，尽快怀上子嗣，也为殿下多增添些筹码，不是？如今虽然阿妖是个庶出冒牌货，但昨夜太子并没有抵触他，两人已然圆房。不管如何，得先保住玄清的太子之位。大婚第2日绝不能去触圣上的眉头，更不能让淑妃钻了空子，还是先生下子嗣，占了长子的名分再说。既然明媒正娶入门的人是幼友，日后无论何人问起，你昨日求娶的就是永安侯幼女崔幼友。待会儿本宫会派人去侯府吩咐一声，扶幼远的小娘做平妻，这样幼远就是名正言顺的嫡女，来日也不怕淑妃做文章。多谢母后恩典。那来日微微回京当如何自处？哼，那就做侧妃。微微心高气傲，如何甘做妾室？玄清，前日太医院院正悄悄跟本宫说，你父皇的身子骨快撑不下去了。你三弟天资聪颖，淑妃那贱人最会巧言恋色，讨你父皇欢心。皇室继承人除了考验文韬武略，最重要的还是祖宗江山，代代绵长。你难道要让本宫把苦苦经营的一切让给淑妃那贱人？东宫位分先按母后说的来，但阿妖，姑警告你，日后你不得跟微微争。嫡姐到底命好，都如此任性妄为了，还能得太子殿下如此维护。但日子还长，我有的是耐心。殿下放心，妾身知道分寸。殿下，给崔大姑娘的信件和补品也安排人快马加鞭送去漠北了。暗卫也传来消息，崔大姑娘在漠北一切安好。下去吧，密切保护，不容有失。是。这些日子，太子日日派人给嫡姐送吃食送信，还安排暗卫悄悄保护。我面上风轻云淡，实则百爪挠心。算算日子，嫡姐都快回京了。我若再怀不上孩子，日后拿什么跟她争？姑当日不该赌气，误了你一生。殿下这话折煞妾身了。妾身自幼仰慕殿下和姐姐，能为殿下和姐姐分忧，是妾身的福气。妾身知道殿下和姐姐两情相悦，若非阴差阳错，绝不会娶妾身入门。待姐姐回京，妾身绝不敢横在您和姐姐之间，惹姐姐不快。只求殿下怜惜妾身孤苦，赐妾身一个孩子，既能让殿下在父皇和母后那里交差，来日深宫漫长，妾身也能有个依靠。回房吧。只此一个孩子，其他的你休要设想。是，妾身明白。殿下能赐妾身孩子，妾身已感激不尽。妾身萤火之光，如何敢与姐姐这样的皎月争会？若来日姐姐不愿生子，能瞧得上妾身的孩子，妾身愿意将孩子抱到姐姐膝下，认姐姐为母，由她养育。为何？你先前不是说这孩子是你日后的依靠？妾身自幼就羡慕舅姐姐张扬热烈，孩子若能学到姐姐一二，此生无忧了。你虽养在深闺，见识倒是不差。接下来的日子，或许是我的言辞给了太子说服自己的借口，也或许是我手段确实了得。太子从开始的抗拒到食髓知味，夜夜痴缠，也不过几日功夫。
不过些吃食，也只当你如此。东西易得，殿下的心意难得。阿瑶，这是姑最宝贝的汗血宝马，今日便送于你。这真的是汗血宝马吗？殿下，你怎么这么厉害？走，姑亲自教你骑马。阿瑶，你怎么样？姑即刻带你回东宫传太医。裴玄清，你居然背着我抱别的女人！你忘了你答应我的，要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殿下，快放开妾身，大姐回来了，莫要让大姐误会了你。微微，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我若是不回来，还不知道你们两个在这马场上竟是这般恩爱缠绵。大姐，你千万别怪殿下，都怪妾身，是妾身这身子骨太不争气了。不过才陪殿下跑了几圈马，便觉得头晕恶心，吐了出来。殿下也是瞧妾身可怜，一时心急，才想着赶紧带妾身去看诊，绝无他意。说，你接着说，你跟你那下贱的姨娘一模一样，最会使这些上不得台面的狐妹子手段。玄清，你竟然护着他！够了，崔有为，你大婚之日任性逃跑，抛下整个东宫的颜面不顾。要不是妞妞委曲求全带你出嫁，替你周全，姑如今早已沦为整个京城的笑种。玄清，你变了，你以前从不曾用这种语气对我说过话。你爱上他了是不是？我为了找你，快马加鞭，不眠不休的回来，我一刻都不敢耽误。可你呢？你却口口声声护着他。是我任性，我刁蛮，我身子骨康健，活该受你的责备。我不打扰你们夫妻恩爱，我走，我这就走，再也不回来碍你的眼。微微，你何苦说这些话来扎我的心？我为什么待瑶瑶好，还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她是你的亲妹妹，又是无辜被你我牵连，这才耽误了终身。我若不对她好些，怎么对得起你？又如何心安？我待你的心思，你难道还不知吗？玄清，我这一路上瞧见了万艳回崖的奇景，本姑娘亲手画了万艳回崖图，你要不要看？看，自然要看。微微看到奇景还时刻想着姑，姑高兴还来不及，哪敢辜负微微的一番心意。瑶瑶，你身子弱，先自己回府找个太医瞧瞧。姑陪你大姐看完了话，自然会回去。太子妃，您怎么也不来一下？您方才都吐成那样了，殿下怎么能一见大小姐就把您丢下了？拦？我拿什么去拦？这些日子，我伏低做小，用尽了功夫。本以为太子的心底，多少总该有我2分的，
可大小姐一回来，殿下就跟丢了魂似的。是啊，如今大姐回京，我才算彻底瞧明白了，男人那点虚无缥缈的怜悯，在真正的偏爱面前，当真是屁用没有。不过，来日方长。恭喜太子妃，贺喜太子妃！您腹中已有2个月的身孕，胎气虽有些动荡，但母体康健，只需好好调理即可。主子，您终于盼来大喜了。可殿下这时候偏偏陪着大小姐走了，连个影子都瞧不到，奴婢真是替您不平。不凭什么？没关系，好在我一开始要的就不是他裴玄清的真心。主子，您……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快起来，快起来！身怀6甲的人了，虚礼就免了。太子妃是个有福气的，才过门3个月就有了身孕。太子呢？他媳妇儿怀孕，他也不着家，成何体统？朕听说永安侯家那不着调的大牛头今儿个回京了，太子是不是又跟那离经叛道的女人厮混去了？这太子是越活越回去了。小时候多乖巧一孩子，如今连老三一半省心都没有。父皇容禀，今日殿下本陪妾身在驯马场骑马的，可惜烈马难驯，妾身身子骨不争气，被带着跑了3圈就吐了。殿下送妾身回府的路上，刚好碰见嫡姐。嫡姐瞧见妾身难受，便说她的小红马性子最是温顺，最适合妾身这样的初学者，所以殿下才跟嫡姐去取小红马了。殿下也是心疼妾身，请父皇千万莫要责怪殿下。果真？圣上，确实如此。崔有威那小红马，乃是当年西域进贡的良驹，太子一得手就送给了崔有威。崔有威宝贝的跟什么似的，今日必定是心疼妹妹，才肯割爱。哼，但愿如此。主子，您听听外头的动静，半夜3更的，殿下竟然跟大小姐勾肩搭背的回府了，后头还跟着一群满嘴脏话的江湖莽汉。管家没去通传本宫怀有身孕的事，提起来奴婢就来气。管家今晚去寻了殿下足足3次，可每一次都被大小姐手下的那些江湖人强行挡了回来，连殿下的面都没见着，指定是殿下还不知道您有了身孕，才这般纵容大小姐带人回来气您。您如今怀着身子，可不能受这气，您管好好休息，奴婢去打发了他们。傻丫头，他们如今正在兴头上，你若是这般气冲冲的去了，不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吗？可您正怀着身孕呢，怎能受这份委屈？我只是怀孕了，又不是伤胳膊动腿，招呼他们吃酒都做不成了。去，把我的披风拿来。主子，您这是……我若不去，大姐又如何能知道我有了身孕的好消息呢？更何况她还不知道，她最心爱的小红马就要归我了。若是不趁此机会好好挑拨一番，我如何击退大姐，稳坐着太子妃乃至未来的皇后之位？行了，这些话你不必全然明白，跟着我出去伺候便是。奶奶的，这京城就是规矩多，才什么时辰就宵禁了，害得老子酒都没喝痛快。太子妃呢？好酒好菜都给姑奶奶盛上来，我等今晚要一醉方休。看咱们这歌。主子，您身子都这样了，何苦还强撑着命厨房整治这桌酒菜，甚至连殿下最宝贝的梨花酿都端了出来，白白便宜了这帮粗人。大局为重，少说2句。
青玉，你回府可找太医瞧过了？身子可有什么大碍？玄清，你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我这妹妹自小就体弱多病，每每爹爹待我好一些，妹妹总要病上一场。如今想必也是老毛病犯了，怪会在这时候装可怜。哈哈，原来是红眼病犯了啊！亏得殿下还这般挂心，当真是多此一举。就是京城里这些娇滴滴的贵女啊，就是满腹的心眼儿。要说难得还是咱们阿威，豪放大方又不拘小节，哪里像有些病秧子整日里装腔作势。才不是呢！我们太子妃是有孕了。有孕？裴玄清，你答应过我什么？你答应过会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崔有优，我让你帮我占着太子妃的位置，可我没让你睡我的男人，你居然敢跟你那个娘一样爬上我夫君的床！你姑娘这就好好教训你，打死你这个贱婢！你这个管不住自己的脏男人，打死你也是你活该！你居然还敢护着他！好啊，姑奶奶今天连你一起打！保护殿下！快拦下崔大小姐！都给姑退下！谁也不准动手！微微，此番确实是我对你不住，可幽夜是无辜的，你打我出了心里这口气便罢，莫要再跟幽夜计较。他自小在府里过得卑微，吃了多少苦，若不是你大婚之日胡闹他一个庶女，又何至于替你顶罪，把一辈子都埋葬在这深宫之中？你乞丐，你居然为了他来指责我！我要亲自问问崔有熙这小贱人，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这么护着他？殿下小心！爷女，殿下，姐姐心中悲愤，唯有让她出了这口气，这事才能算完。你莫要挡在妾身前头受苦，妾身瞧着心疼。崔有熙，我以前倒不知道你这么能装，如今在玄清面前，你倒是把这副狐妹子做她演得淋漓尽致。姑奶奶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够了！你敢凶我？裴玄清，你竟然为了这个贱人凶我！好，我警告你，我们完了！姐姐，不要走，千错万错都是妹妹的错，殿下的一颗心可全都在您身上啊！殿下他之所以跟妹妹圆房，全是因为父皇母后的逼迫，他也是身不由己。殿下心中从始至终只有姐姐一人。况且，殿下早就说过了，若来日姐姐不想经历那生育之苦，这孩子生下来是要抱到姐姐膝下的。果真？好，微微，姑何时骗过你？悠悠最是懂事，她这番话正合姑的心意。等这孩子生下来，她名正言顺的母亲只有你一个，姑的心里自始至终装的都只有你崔有为一人啊。姐姐放心，来日殿下的一切，连同的这东宫乃至未来的天下，都是姐姐的。妹妹不过是个卑微的庶女，绝不敢跟姐姐相争分毫。哼，谅你也不敢，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本姑娘争？只不过今日父皇母后亲自来东宫探望妹妹，却发现殿下迟迟未归，父皇很是发了一通雷霆之火。父皇发怒了，
那你是如何应对的？殿下莫慌，为了帮殿下和姐姐遮掩，妹妹只能对父皇撒了谎。妹妹可推说是姐姐心疼妹妹身子弱，特意要把那匹一直跟在姐姐身边的小红马送给妹妹骑，殿下这才亲自跟着姐姐去取马了。如此，父皇才勉强信了，囫囵把这关过了去。所以还请姐姐明日记得把小红马送来东宫，免得父皇明日派人来查验，殿下在父皇面前不好交代，背上一个欺君的罪名。想要姑奶奶的小红马，崔有爷你做白日梦呢！那小红马陪着姑奶奶闯南走北，在沙场江湖上历练，就像姑奶奶的两条腿一样。你上下嘴皮子一呸就想要走，你的脸怎么这么大呢？姐姐，妹妹真没想跟你争小红马，妹妹也知道那是姐姐的宝贝，可这都是权宜之计啊！待他日风头过了，这小红马妹妹绝对分毫不少的物归原主。现在小红马暂时寄存在我这里，哪里是为了妹妹自己？妹妹这是为了殿下的名声，为了殿下的储君之位，为了殿下的百年大计在着想啊！姐姐，你难道要为了自己的一匹马，置殿下的安危于不顾吗？娘娘，你总是如此识大体。相较之下，微微，你确实太任性了。不过是一匹马，难道还比姑的储君之位更重要？好一个懂事识大体，拿姑奶奶的东西去成全你崔幼直温顺贤良的名声，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是够响啊！裴玄清，这匹小红马可是我16岁生辰时你亲手送我的生辰礼，你当时怎么跟我承诺的？你说这马全天下仅此一匹，只配得上我崔有为，如今你居然要我把它让给他，我告诉你，我绝不让！微微，你简直是不可理喻！你难道没听见夭夭方才说的话吗？他不是真要夺你的小红马，他只是为了在父皇面前为你我今日的失职开破罪责，你怎能如此不知好歹？他只是无心之事，你何必如此计较？崔有一，你放肆！你竟敢当着姑的面拉拉扯扯！我放肆？裴玄清，你现在倒有脸来指责我了？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在大婚之日抛下你，随张绣去漠北看万雁归崖？因为你总让我不顾大局，你总是在为难我、委屈我。可张绣不一样，他永远都以我的感受和想法为先，绝不会为了旁人让我受半点委屈。你以为我崔有为这辈子除了你裴玄清就嫁不出去了吗？你先前还让父亲来劝我，要我先入东宫做你的侧妃，等以后再图后位。我呸！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什么狗屁东宫，什么狗屁太子，姑奶奶今天不伺候了。殿下，您千万莫要当真跟大姐生气，您是知道大姐那性子的。她一向放纵不羁，爱自由，平日里最是不喜束缚，也不喜规矩约束。大姐今夜不过是一时气急，才说了那些胡话，您别往心里去。待明日，妾身亲自回一趟永安侯府，给大姐奉茶请罪。妾身定会把殿下的不容易、殿下的困境和难处，一字一句细细的跟大姐解释清楚。大姐冰雪聪明，日后必定会理解殿下的。够了，娘娘，你不用去，姑也不准你去。你记着，你现在是我大元朝名正言顺、尊贵无比的太子妃，这世上除了父皇和母后，还没有谁配让你这个太子妃去请罪。可大姐那边殿下的心意。崔有为放纵不羁，爱自由，
如今想来，姑强拉着她嫁入东宫，也不过是强人所难。更何况，你方才没听她亲口说吗？她根本就看不上姑的这番心意，更看不上姑的侧妃之位。姑为了她的名声，在父皇面前苦苦支撑，连太子的尊严都不要了。可她呢？她却觉得姑这个太子还不如那个江湖莽夫。既然她如此不屑顾全大局，姑又何必再去强求？崔有为，你自诩高傲，却亲手将这大渊最尊贵的位子推给了我。可妾身心里清楚，殿下真正喜爱的人是姐姐。妾身不求别的，只希望殿下能称心顺累。只要殿下高兴，妾身怎样都使得。傻丫头，你怎知姑如今不痛心不顺遂？你这般聪慧能干，不仅帮姑解了子嗣这个燃眉之急，平日里又如此体贴，懂得姑的心思。袅袅，满目山河空念远，何不怜取眼前人？你对姑的这一片痴心，姑日后必定视若瑰宝，绝不辜负。有殿下这番话，牛友便是现在就死了，也死而无憾了。傻瓜，胡说什么呢？你肚子里怀的可是姑的嫡长子，咱们以后要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可不许再轻言死字。你乖乖躺着，姑去叫太医来给你瞧瞧背上的伤，顺便给你煎安胎药。妾身听殿下的。主子，您听见殿下刚才的话了吗？他如今满心满眼可都是您了。大小姐以前总觉得殿下非她不可，如今殿下连看都懒得看她了。崔有为以前能让裴玄清围着他转，不过是因为他身边只有一个人。他撒娇任性，他当成情趣；他若即若离，他当成手段；他得捞忘水，他当成危机感。可人啊，都是会累的。是啊，主子这些日子衣不解带的伺候，可比大小姐体贴千百倍。没错，如今他经历了我这18般温柔手段，尝到了被捧在手心里的滋味。他只要一回东宫，永远有一盏温暖的灯，一盅亲手熬的补品在等着他。他的一点一滴付出，我都会千百倍的珍重。裴玄清日日被我这五股温柔香浸染，又如何还能适应得了崔幼薇那朵带刺的野玫瑰？大小姐和夫人当年那般欺辱主子，甚至还害死了咱们姨娘。她们母女嚣张了这么多年，也该遭报应了。这不过是他们曾经害死我小娘、欺凌我的利息罢了。日久天长，这笔血债，咱们慢慢算账。瑶瑶，姑越想越觉得不妥。昨日你用什么有口推脱不好，非要用崔幼薇那匹小红马？现在好了，他死活不肯割让。今日父皇若是派人来东宫查押，姑拿什么去跟父皇交差？你这不是给姑出难题吗？都是妾身的错。昨日妾身瞧着父皇的脸色实在太差，一时慌了手脚，只想着用最贵重的东西才能圆谎。可最要紧的是，妾身错估了姐姐对殿下的情谊。错估了情谊？此话怎讲？妾身以为姐姐那般爱殿下，定会跟妾身一样，只要能对殿下好，只要能帮殿下渡过难关，便是要了妾身的命，妾身也甘愿割舍。妾身以为姐姐也会如此，却没想到妾身一片好心，竟会惹得姐姐如此大怒。殿下，一人做事一人当，等会儿入宫，妾身便亲自去跟父皇母后请罪，只说昨日是妾身一人撒谎欺君。妾身定会护住殿下和姐姐，绝不连累你们半分。是啊，不过是一匹马，还是姑当年送给他的马。如今姑大难临头，他却连一匹马都不愿拿出来为姑解围。不怪你，是崔有为自私之极。备车，入宫。
媳给母后请罪。昨日殿下为了儿媳，特意跟姐姐去讨要那匹小红马，可姐姐却说她已有心上人，不愿让心上人误会，所以断然拒绝了殿下。有为有心上人了？青儿，果真如此吗？大婚之日已庶出待嫡出，已是欺天大罪，如今还敢在御前满嘴谎言，糊弄本宫与圣上！来人，把太子妃剥去吉服，打入。母后开恩，求母后息怒。悠悠腹中已怀有儿臣的子嗣，是儿臣唯一的骨肉啊！求母后看在她怀胎辛苦、护义有功的份上，饶恕她这一回吧。一国太子妃，当以真敬贤淑为表率，她如今却满嘴谎言，在后宫兴风作浪，如何能服众？不过，本宫记得你之前满心绵延喜欢的都是那崔佑薇，如今她既然已经回京，倒不如趁此机会拨乱反正。本宫今日就帮你收拾了崔佑嫣这个冒牌货，你也好名正言顺的去跟崔佑薇长相厮表，岂不美哉？母后，余没有说谎。当日大婚，微微确实是为了张元，才不顾大局悍然逃婚，去往塞北看万燕归衙。昨日在东宫，她也确实自私力，不愿将小红马借与儿臣向父皇遮掩。昨夜她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拽着张元一同离开了太子府。父皇母后，儿臣这些日子与倪妮朝夕相处，方才知道儿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崔佑薇确实是儿臣自小喜欢捧在手心里的人，儿臣为了娶她，甚至多次忤逆父皇母后。可如今儿臣看清了，佑薇就像是塞北刮过的烈风，抓不住也握不到，她适合在那山野江湖间自由翱翔，而儿臣不过是贪恋俗世间的一抹温暖。儿臣想要的只是一盏在深夜为儿臣留着的灯，想要有疼惜儿臣的妻，安稳的子，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殿下，姐姐的心宽广，有广袤无垠的天地，有万燕归衙的壮丽。可悠悠的心很小，有且只有殿下您一个，能为您孝顺公婆，为您延绵子嗣，为您打理东宫，就是悠悠最幸福的事。既然那崔家大丫头心思已不在东宫，也算她有些自知之明。这小红马的事儿，朕也懒得再追究了。既然她与那张元在塞北两情相悦，朕便做个顺水人情，为他们下一道赐婚圣旨。青儿，他们都是你的朋友，这道圣旨就由你亲自替朕去宣读。儿臣领旨，谢父皇隆恩。好，不愧是朕的嫡长子，我大元的太子当如是。朕最近身子骨有些不中用了，下个月的祭天朝神大典就由你带朕前去祭拜。儿臣遵命，定不负父皇厚望。朕得知崔佑为逃婚换嫁之日，就在考虑，若青儿一意孤行，待崔佑为回京还跟他纠缠不清，朕就撤他的太子之位。我大渊绝不能有那样一个不着调的太子妃。圣上息怒，他年轻时难免被男女情感冲昏了头脑，如今有了夭夭这般懂事的人儿日日规劝，加之夭夭又怀了身孕，青儿马上是要做爹爹的人了，自然懂得成熟懂事了。夭夭，今日在母后面前，多亏你彻底断了姑对崔佑薇的念想。你不知道，你今日救了我们所有人。姑不能糊涂，姑身后有母后20多年的积极营营，有母族全族人的性命支持，还有朝堂上那些明里暗里站在姑这边的朝臣。姑是储君，姑不能败，也根本不敢败。殿下，您的难处游渊都懂，游儿什么都不求，游儿永远都会跟殿下同在。
幼瑜那个小贱人，跟他那个当年的小娘一样下贱。他算个什么东西，居然也敢爬上裴玄清的床，生生脏了本该属于我的太子妃之位。哎呦，我的祖宗，你小声些，这话要是传出去，怕什么？等本姑娘重新夺回裴玄清的心，当上了太子妃，我一定要让崔佑永那个贱人跟他那个低贱的小娘一样被坑头。崔有薇是我大渊名正言顺上了皇家御姬的太子妃，崔大姑娘口口声声贱人，是瞧不上姑，还是瞧不起皇家？这一巴掌可不仅仅是替我出气，更是殿下在后怕，后怕差点因为崔有薇的自私，丢了那至高无上的皇位。裴玄清，你疯了！你竟然为了这个庶出的贱人打我！你忘了我们当初是怎么说好的吗？哼，崔有为，你给姑闭嘴！崔幼宇是姑八抬大轿娶进东宫，上过皇家御册的太子妃，如今她肚子里怀着姑的亲骨肉，姑不对自己的嫡妻动心，难道还要为了你这个朝秦暮楚将皇家颜面狠狠踩在脚底的女人守身如玉吗？殿下息怒，殿下息怒啊！威儿是一时糊涂，口无遮拦，口血啊！威儿，别说了，快给殿下认个错！好，我朝秦暮楚，我崔有仪罪该万死。我确实对不起你太子殿下，但再怎么说，我崔有为也是光明展翅的去看着世间万物的美好，我可不曾跟府里的马夫私奔过。而你手里宝贝着的这个崔有优，却是个自甘下贱、不要脸面、跟马夫私奔过的烂货。太子殿下若是不信，大可去市井里四处打听打听，当初江佑农跟马夫私奔的那桩丑事儿闹得有多难看，京城里一半的人都知道。马夫私奔？袅袅，你怎么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了，总算来了。殿下，这孽障实在是不争气呀！当年我念在他自幼丧母，没有亲娘庇佑，唯恐夫人苛待了他的婚事，老臣是掏心掏肺，特意在京中帮他物色了才华横溢的赵举子。那赵举子倒也真是不负所望，一举考中了探花郎，风风光光抬着聘礼上门提亲。可谁能想到，就在提亲那天，竟然撞见这个孽障衣冠不整的在后院跟一个卑贱的马夫拉拉扯扯。衣冠不整私通马夫，崔有宇，你可真是有教养啊！这下结亲不成，反倒结了仇。若不是殿下您早就跟幼薇定下了婚事，只怕连我们家幼薇都要受这个孽障的脏名声拖累。父亲，您且闻闻，有没有觉得这香味很熟悉？熏香总会有些相似，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是吗？父亲不妨再仔细闻闻。不过这香，我记得。父亲，您既然不记得，那不如由女儿来帮您回忆。当年我小娘在柴房被污蔑与那个二赖子行苟且之事陈塘时，屋里燃的就是这股香味。而几年后，我被你们当场抓到与夫拉拉扯扯、名节尽败的时候，屋里也是这股香味，对不对，母亲？你这丫头休要满口胡言！你是想说，是这熏香引着你和你那下贱的小娘做些不正经的勾当？简直是笑话！这香已经点燃了这么久，我们所有人不都好好的站在这里，没有半点不妥吗？母亲说的极是，
既然母亲口口声声说这熏香没什么不正常，大姐向来放荡不羁，更爱往男人堆里扎，跟这些江湖好汉交情匪浅。既然如此，待会儿我便命人搬来几株依依鸾花放进这大厅里，就让大姐和这几位江湖好汉在这燃着香摆着花的屋子里紧闭门目关上1个时辰。若是1个时辰后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女儿不仅亲自给母亲赔礼道歉，还会立刻亲自入宫向父皇母后请辞这太子妃之位。母亲，您意下如何？崔有仙，你就是嫉妒玄清爱慕我，你才故意用这下贱手段，要把我跟这些粗鄙男子关在一处。你就是怕我抢走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殿下明鉴啊！来日您若有无可是有大前途的。今日若是真跟这群来路不明的江湖汉子关在一处，就算真没什么事，这名声可就彻底毁了呀！求殿下垂怜。殿下，鱼自己的清白无所谓，可鱼如今怀着您的骨肉，已与殿下融入一体。鱼只怕来日旁人会用这些似是而非的陈年旧事来疯狂攻击殿下，甚至加害鱼腹中的孩子。若真到了那一日，鱼便是百死也难恕其罪。既然姐姐和母亲一口咬定这香无毒无碍，那今日咱们试一试，又有何妨？还是说，这些年姐姐走南闯北，在江湖上跟男子共处一室的时候，还少了吗？来人，把崔大小姐和这几位江湖兄弟都请到偏殿去，点上香，1个时辰后，姑亲自来见分晓。裴玄清，你不能这么对我，你放开我！主子，姨娘在天有灵，瞧见大小姐被塞进了轿子，强送去张家，夫人也如死狗一般被锁在这家庙隔壁，定能含笑久传了。这只是个开始，他们母女加诸在小娘身上的痛苦，我要崔府用100年基业来偿还。殿下，祭天朝神乃是国之大典，父皇既将此重任交托于您，东宫上下断不敢有半点疏忽。妾身已将礼部、兵部的差事重新打点了一遍，确保万无一失。娘娘，得妻如此，夫复何求？若非你心细如花，姑真要被这些繁文素节折腾得头疼。殿下，太子妃，皇后娘娘身边的贴身姑姑密传话来，三皇子因记恨殿下代天祭祀，私底下狗急跳墙，正暗中集结府兵，预备在祭天朝神当日在天坛行刺殿下。老三好大的狗胆，他竟敢谋逆！殿下莫慌，三皇子既然自寻死路，咱们何不将计就计？裴玄清，父皇偏心，今日之皇位，本宫便自己来拿，杀了这伪君子！动手！怎么可能？你们早有防备！父皇，儿媳今日还要揭发一桩滔天罪案。三皇子之所以能轻易摸清祭天布防，皆因朝中有内应。儿媳在母家时，曾无意间捉见父亲永安侯与三皇子党友暗通空曲，此乃两家往来的谋反密信。你这个逆女，你竟敢陷害亲生父亲！永安侯，你这个老贼，竟敢勾结逆子谋反，朕要诛了你九族！父皇，儿媳虽是崔家女，断不该是皇家妇，求父皇治崔家谋壮之罪，免除父亲官职，抄没家产，儿媳甘愿一同受罚。
父皇，父皇吐血了，快传太医！皇上遗诏，传位于皇太子裴玄清继登大统，钦此。皇上驾崩！父皇驾崩，全朝致哀。新帝即位。吾皇万岁万万岁！娘娘，您瞧，小皇子生得真像陛下。玉玉，辛苦你了。今日朝会上，故意正视你旨，册立咱们的皇子为大元朝唯一的太子。崔有为、永安侯，你们机关算尽，到头来，这天下、这后位、这储君之位，全是我崔有妮。窗外桃花灼灼，当真是春意撩人。